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开的是豪华的轿车啊，住的是百万的豪宅，朋友圈里面呢又常常分享去哪里旅游啊，要去哪里聚餐，那家里又添购了什么奢侈品等等，看起来很有钱。但是如果市场不好，那有投资房，但是房客不付钱了，或者甚至于生病了，身体不能工作了，他们能撑几个月？很多华人在美国呢，其实是房子很多，但现金流很少，那资产很大，但是呢风险很集中，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啊，其实内心是很焦虑的。那像这种资产多但现金少的人呢，他其实在税务、医疗、退休、意外发生的时候呢，特别危险。今天跟你讲3件事情，3种最常见的假有钱的结构，还有为什么这种结构其实很脆弱，以及真正安全的资产配置是长什么样子的。大家好，我是 Judy， 我的频道呢会真诚的分享，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呢，在美国如何的聪明生活、安心退休和圆满传承。那第一种结构就是房子很多，觉得自己很有钱。很多华人他理财的逻辑就是说，买房子最安全了，房价会涨，而且呢，房子是看得到、摸得着的投资。那除了自己的自住房之外呢，他可能买了很多的投资房，资产呢可能是好几百万，但现金呢只有5万块钱了。现在问题来了，房子是资产，它不是现金。如果你要用钱呢，就得卖房子。那卖掉之后呢，就要付资本利得税了。而且遇到市场不好的时候呢，还不容易卖。当然啦，你也可以拿房子做抵押，做 cash out 的 refinance。但是因为要准备的文件很多，而且有各种突发的状况，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就是做 refinance 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信用分数掉了80分，所以 refinance 做不下来。那做投资房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比如说地价税会涨啊，还有房屋的保险费也会涨啦。那租客呢，他不付房租，甚至于不肯搬，还有屋顶坏掉，一次要修1-2万块钱。还有就是房客如果有些小地方需要修的时候呢，那找不到人修理等等啊。表面房子多，其实压力大。那这种叫 equity rich 和 cash poor， 就是资产很多，但现金流很少。这边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哦，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买了几栋的投资房，其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呢，他不断的贷款买房，非常辛勤努力的人。那他的一个朋友呢，看到他有这么多房子，以为他很有钱啊，竟然就告他了，就说我这个朋友欠这个人钱了。那好几年的时间呢，这个官司一直都没有 settle。正因为做了投资房，虽然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那很多人他会以为你很有钱，甚至于动了歪脑筋。那第二种华人常有的情况就是收入高，但全部是必须要缴税的收入。很多人年薪很高，但几乎呢全部就是 W2 的收入，公司的分红，还有股票利息等等。结果是联邦税、州税都扣掉之后啊，一年呢就被拿走了35%到50%的收入。你表面上赚钱很多，那事实上留下的很少，而且收入一停啊，现金流就中断了。那这种叫靠劳力堆出来的有钱，不是系统，它是体力。那第3种情况呢，就是所有的钱都放在同一个资产上面。我看过很多华人呢，他 80% 放在房地产上面， 10% 在股票，而 10% 的现金。或者是说呢，有人是 90% 在股票，没有买任何人寿保险，也没有现金的缓冲。那这种问题就是只要资产多的那一块出事了，你整个财务状况呢就出事。这个不是投资，这像赌博一样。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的攀岩家呢，他挑战了无绳索零防卫的徒手攀登台北101大楼。那我个人呢是很佩服他的这种勇气啊，和他多年来呢靠着自律和努力训练出来这种专业技术。但是像这样的尝试里头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像一阵大风刮来啦，或者是他突然呢觉得身体不适的话呢，那这些变数就有可能把他推向了地狱了。那在财务规划中呢，也是有很多看似美好的投资产品和产业呢，它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时候啊，所以需要分散风险。那为什么这些假有钱危险呢？危险一呢，就是税务的风险。房子卖掉，它有资本利得税；股票卖掉呢，也有资本利得税。退休的时候呢，变卖了这些资产，再加上 RMD 来时呢，一次拉高了税率，那 85% 的涉案金也有可能会被课税了。别忘了，如果你退休时候的收入太高呢， Medicare 的 IRMA surcharge 呢，会让你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险费更高。
那你会发现呢，钱呢不是没有，而是拿出来之后呢就变小了。那危险第二呢，就是现金流断裂了。像这种 equity rich cash poor 的人，一个月真正花的钱是从哪里来呢？是租金，还是卖掉股票，还是打工？如果市场不好，租客跑掉，那你还能撑多久？危险三，医疗和长照。可能很多人他不相信自己会变老，也不相信有可能生病，也不相信以后可能失能，那自己生活无法自理。但现实是呢，在美国长照平均一年是10万到12万不等。你房子很多，但你总不能每天卖一块砖来付看护费吧。所以当自己衰老和生病的时候呢，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来支撑了医疗和长照的费用。危险四呢，就是配偶去世的风险。很多家庭是先生管投资，那太太不懂，或是反过来太太管钱，先生不知道。如果其中一位走了，那剩下的那一位他突然要面临就是每年要报的税，家里的所有投资账户，还有出租或者是买卖房产，还有法律的问题，甚至于诈骗的风险。如果配偶先走了，我刚刚说的3个结构呢，就让留下来的配偶有很大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大部分资产是在房产，它变现不容易，处理也很不容易。那第二个是配偶走了，尤其是收入高的那一位走了之后呢，家里一下子呢收入减少了，那很多现金流当然也少了。那第三个就是说，所有钱如果都放在同一个资产里头，那么这个资产如果发生了变化，或者是说市场起伏很大，如果要尽快的变卖掉的话，有可能资产一下子就缩水了。那真正安全的资产配置呢，长什么样子呢？我先说一个重点，安全不是报酬率，安全是可控性高。其实真正安全的结构要有4块。第一个呢是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社安金啦、年金啦、房租或有被动收入进来。那重点就是不管市场涨跌呢，它都有钱进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流动性的资产，你今天需要钱，明天就可以拿得到，至少是很快的可以拿到钱。比如说像现金、短期的投资，或者是不会被重税惩罚的这些投资。那第三个呢就是税务的规划，不是逃税，它其实是提前并且妥善的安排。那比如说可以延税、控制税率，甚至于是以后免税，让钱慢慢的出来，而不是一次性呢交一大笔的税。那第四个呢就是风险的转移了。那风险转移，比如说像买人寿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提前做传承的规划，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出事的时候呢不拖累家人，或者是人不在的时候呢能顺利的把资产转给想要给的人或者是机构。那真正财务自由的人呢，他其实不怕市场跌，不怕没有工作，也不怕生病，因为他的系统已经设计好所有的东西了。如果你现在房子很多，现金流很少，税很重，或者是所有的资产就在同一样东西里头，你不是失败，你只是说走了华人最常走的一条路。但至少现在呢，你知道还有别条路可以走，更安全更可控了。房子多呢并不代表安全，而收入高并不代表时间自由，看起来有钱也并不代表真正的有钱。我最后总结一下3个华人常有的财务或者是经济情况哦。第一个就是投资王很多，但可控的现金很少。第二个呢就是收入高，税也高。第三个就是资产都放在同一类型的投资里头。那4个加有钱的风险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税务高，那第二个呢是资产流动率低，那第三个呢就是无法长期的支付因为年老或者是生病它导致的医疗费用。第4个呢是配偶去世的风险。而安全的资产配置呢，其实有具备了哪些4个条件呢？第一个当然要有稳定的现金流，第二个呢是有流动的资产，第三个呢就是妥善的税务规划了。那第4个呢就是能转移风险。如果你有以上的情况，或者是我提到的几个风险，欢迎点击了资讯栏的连结呢找我咨询。我会以业界8张执照的专业的视角和过去呢在美国生活40年的所有经验，分享我的看法和建议。谢谢观看，请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转发和留言，也非常欢迎呢观众分享你的宝贵经验。我们下个影片见。